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吉米来跟大家聊一只最新出的手表，它不是这个 MRG，我知道大家很期待 MRG，但是 MRG 我想要细细琢磨一番之后再来分析给各位听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系列里面最新的这个 MTG 的 B4000。先不要打瞌睡，因为这只表我觉得还是有它有趣的亮点。就是它是第一支 AI 人工智慧参与设计的这个 G-Shock。那听到这边，你们是不是觉得 AI 要怎么设计手表？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 AI 运用到工业设计上面，到底不需要设计师画草图，不需要工程师做结构，最后连工厂的生产都不同。那这一支 B4000居然利用了 AI 来帮忙计算怎么去加厚，怎么把结构做得更轻，怎么样设计让冲击感可以抵消掉。OK， 那吉米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就是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是 G-Shock 单纯就是 MTG 设计到一个瓶颈了，需要来做一些行销噱头。结果我去仔细的查了很多资料之后，才发现就是 Casio 是真的把 G-Shock 几十年累积下来的耐冲击数据全部通通丢给 AI， 让它去跑这个模拟，最后再给设计师来做美学的修饰。所以这只表应该算是人类跟 AI 共同去创作的设计的一只表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被拿出来跟大家讨论。OK， 那当然今天要聊表的话，那吉米还是做一个老套路的开场。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，我是设计师吉米。那记得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追踪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有趣的手表故事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有跳出广告，麻烦大家帮吉米多看10秒钟。你们可能只是随手的一个动作，但对吉米跟小编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，非常感谢。那吉米在这边跟大家鞠个躬尊，谢谢。OK，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MTG 的 B4000，那这只表到底有什么厉害？它的外观为什么比前一代看起来好像更多了一点点科技未来感？ AI 的设计在工业上是一个新的变革，还是只是噱头？那我们就边聊设计聊历史，然后用吉米最爱的自问自答，因为毕竟每次录影片都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就用自问自答来拆解这些大家可能会有的问题。那你们就当作在跟吉米一起喝咖啡随便聊天，那却学到了一堆关于手表的不重要对人生没什么帮助的知识。 OK，Anyway， 开废话完毕，那我们就穿越时空来讨论一下这只表的脉络吧。怎么把 AI 这个新东西跟传统的制表这个老灵魂揉在一起？吉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手表设计有没有必要用到 AI？ 因为在我们脑海里 ，AI 好像是应该来帮我们解答生活的问题，甚或是写程式，说是或者是跟人下象棋、下西洋棋，还是帮忙画 AI 的合成图，怎么会突然变成是跑来帮 Casio 设计一只手表？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把时间拉回到1980年代。那当时 G-Shock 刚诞生，它的使命非常简单，就是做一只怎么摔都不会坏的手表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，G-Shock 就一直在累积冲击数据。每一次的测试，抗冲击、抗震动、抗离心力，那这些数据，如果你用我们人脑去分析的话，基本上那个效率是非常慢的。但是现在有了 AI，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跑出上千万次的模拟结果，把不同的结构设计拿去撞、拿去摔，最后算出最佳的解答。那吉米自己就会想，那如果这样的应用，是不是比我们一般以为的会更合理？因为汽车产业早就开始使用电脑的冲击测试撞击，那建筑业也早就把这个地震的负荷来测试建筑的结构设计。那为什么手表不能用 AI 来做结构最佳化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说得通的。但从时代的脉络来看，2020年之后 ，AI 真的开始钻进各种产业，所有的产业开始慢慢的对 AI 的依赖性越来越高。OK， 不光是工业设计，你讲一般的室内设计，甚至是我们在2020年以前学的数位建筑，其实数位建筑的衍生就是以这个Grasshopper 去做演算法来生成有机建筑物。OK， 那是另外一派的一个建筑的学派嘛。那吉米也吐槽一下，其实 AI 再怎么厉害，美学这件事情 AI 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。
这就像你给他一个任务，就是说帮我设计一个不会倒的桌子，他会给你一个很奇怪、符合力学但是不见得美观的东西。所以你还要再去下更多精准的指令，甚或是你要给他某一些方向让他去模仿。可是他真的能够如使用者所期望的那一种完成度的美感吗？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。所以你必须要做优化框架的方式，才能够让一个 AI 所设计的图像，甚或是也许是家具，能够比较接近你的审美观。所以今天要直接用 AI 去取代美学，在现阶段来讲，我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所以我觉得 MTG 的 B4000其实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过程，也是一个缩影。它代表的是传统制表的这种老灵魂正在慢慢学会跟科技共舞。那 AI 到底帮它设计了什么？最大的突破就是这一次 G-Shock 用的 Dual Core Guard 这个结构。这个设计很妙，传统的 MTG 用的是金属壳包住内部的树脂框架，然后再搭配上表圈。那 B4000 是直接把碳纤维跟玻璃纤维压铸成一个框架，再跟不锈钢零件来做组合，等于是一个混血儿的概念。那我就问了，这样的结构好处会是什么？第一点，它可以更轻，重量来到112克，比大多数全钢的大表轻了非常多。第二，它的耐冲击力道，由于框架会让力道分散，所以不会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面。OK， 第三点，它的外观有这个层层堆叠的纹理，所以看起来它有点像是碳纤维版的那种建筑立面的感觉，也有一种很浓的工业设计感。不过吉米还是忍不住要吐槽，就是说真的好看吗？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见仁见智，因为目前它 B4000 的版本只有出到橡胶表带，所以其实说真的，我一直认为应该要有 G-Shock 有一个系列叫 G-Steel 的那种味道，就是钢表带，就是好像失去以前 MTG 那种传统的高雅混合式金属的那种气氛。当然也有人说这一次的设计就很回归 G-Shock 的精神，就是工具感橡胶表带。但吉米自己觉得啦，这就好像是建筑界我们讲的野兽派建筑跟现代主义来做对比。有些人喜欢把装饰的很夸张的华丽的巴洛克风格放在房子里面，但有些人却觉得将结构体混凝土直接露出来才是真诚最实在的美。我觉得 B4000 比较有点像是后者，没有多余的装饰，就是一个碳纤维的纹理加上钢材的直接拼接。所以就这个设计跟外观，那大家会好奇的就是 MTG B4000 它内在的机芯跟构造是不是也有 AI 的影子？我很明确的告诉你，目前还没有。AI 主要是参与外框的框架的结构优化，那机芯还是我们熟悉的 Casio 的 Tough Solar 的太阳能充电模组。这颗模组的代号是5743，是 Casio 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核心。那这颗机芯的优点是什么呢？首先是 Tough Solar， 简单讲就是光动能，那能吸收日常光源甚至灯光，转化成动力、电力，那储存在2次锂电池里面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要换电池，平常你只要有在带，它就会走得精准。再来是 Multi-Band 6 6G 的电波调校时间，那这个功能吉米觉得就是表界的 WiFi 校正功能。它接收来自世界的6个电波时间的讯号，分别是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英国以及中国。那它会自动的不断去修整误差，确保准确。那当然了，前提是你必须要在所在的地方能收到这个讯号，不然就只能靠蓝牙配对。对，没有错，这一次的这个 MTG 也增加了蓝牙连线，就是你可以把手机跟它做连线 ，Casio 官方有 App， 你就可以同步时间、设定闹钟、世界时区。那当然，这些功能其实在3000的时候就都已经更新进去了。那4000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做某个程度上的 App 的优化，还是 UI 的优化，还是说其他功能的优化，这个我就不确定。OK， 我觉得这个部分虽然说啦 AI 就没有办法去参与到，甚或是说现行的 AI 它没有办法执行到，也许是机芯或更精密的电子设计，但是是不是代表它就没那么厉害？我觉得这个也再次说明了上次我曾经讲过 EFK 100
Casio 现在走的路非常稳健，时间的根本性是精准，这个部分是不能够乱搞的。我觉得 AI 现阶段还是合适在做结构工程的方面下手，耐冲击啊、抗震性这些方面。那要让 AI 去决定时间运行的逻辑，第一个 AI 现在无法，第二个还太早。OK， 再来我们来聊它的经典构造 Triple G Resist， 也就是抗冲击、抗离心力、抗震。那这个是 G-SHOCK 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个 DNA。那这一次的 Dual Core Guard 碳核心防护构造，它是软硬兼施，内部是树脂跟碳纤维框架，它可以吸收冲撞的这个冲击的波能，那外部的金属可以直接抵挡直接性的冲击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这个感觉就很像我们在讨论建筑的结构啊、梁柱。没错，碳纤维就像钢筋，树脂就像混凝土。那外层的金属就是外墙，就好比是金属结构体的立面或者玻璃帷幕，一定是3种结构一起撑住，这个结构才会是耐震的。那 B4000 就是这种逻辑。OK， 那我觉得 B4000 的机芯与构造就是一个成熟加上创新设计的组合。机芯部分走的是完全成熟稳定，所以你们今天想要买这只表的话，不用担心可靠度的问题。那构造部分因为 AI 参与了设计，所以它在结构思维上面有更新更完整的一个搭配。我觉得这不算全面的颠覆，但是有一种在稳健中寻求新的设计方法的一个公司的态度。那这只表37000到4万块，到底值不值得？我觉得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是很主观的了。我们先拆开来看 ，B4000 有太阳能，有电波，有蓝牙，有200米防水，有蓝宝石，有 Triple G Resist。那这一些规格如果放在其他高阶的 G-SHOCK， 比如 M2G， 那基本上就是10万起跳。但是在 B4000 这个次旗舰的系列里面，它却只要3万多块，我觉得是绝对可以接受的高端。可是我知道有些老玩家会吐槽，第4代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金属感，结果还涨价。没错， B3000 更薄，金属感更强，可是 B4000 它带来的新的概念 AI 共创啊，碳纤维的层压设计，再加上质感重量这件事情，有些人他会觉得说这个不如全金属来的那么的扎实。就像有些人喜欢 SUV 的那种大气，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它看起来太过于笨重，结果车厂出了一台跨界休旅，然后价格卖更贵，你说两方一定会有人心里不平衡吧？对吧？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。我的看法是，这只的表的这个价值啊，它不是完全在物料上面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历史定位。因为你花的钱等于是买了一张第一支 AI 跟传统手表公司共创的门票，就像你去看演唱会，门票不会只是那一张，只值那一张纸，而是你参与了那个历史性的时刻，那种体验，那种经验。OK， 那谁适合这一只表？我觉得大概就是3大类的。第一个，你是 G-SHOCK 的爱用者，你知道爱用者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基本上只要是有跨时代的，比如说 Mudman， 比如说早期的 Oceanus， 大概都会去疯的这一批玩家，我觉得当然 G-SHOCK 的 B4000 那就是一定要收。再来就是科技控，通常这一群人手机一定用最新的，那电脑一定用的是升级 AI 加速器。那对这群人来说，如果能在手上戴第一只 AI 共创的手表，等于是把未来绑在手上。戴在手上的时候，可能心里会想：嘿，这是 AI 帮忙设计的，这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爽感。那再来就是平常需要一只能摔、能泡水、能冲击的手表。那 B4000 有 Triple G Resist， 然后有200米的防水，那厚度虽然是 14.4， 那对于小手腕量可能有点大。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运动是登山啊、潜水、跑越野，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。OK， 那另外我再补充一个，就是设计。以我自己来讲 ，B4000 它的碳纤维的层层堆叠的这种高密度压纹啊，真的很有那种
我们讲像比如说有点像是高压木纹的那一种味道，可是它又不是木纹，它没有那种年纪的感觉，它给人就是很新颖、很未来感的。我觉得如果你们本身是做设计的，看到这种 AI 再加上传统工业设计的结合，可能真的也会懂我大概要讲的是什么东西。OK， 那最后我要问的就是 AI 算不算加入了 G-Shock、Casio 之后，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？我认为它不是全面的革命，但它确实是一个起跑的信号弹。AI 的参与代表制表业正在走向新的时代。过去我们会说工业革命，从蒸汽到电力，从石英到智慧表，再走回到机械表，现在又走到智慧表。接着今天 AI 开始了结构设计、试水温，虽然还没有到改变时间运行逻辑的这一个方面，但它已经开始改变手表怎么被设计出来的逻辑。那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告诉我们，未来手表可能会迈向更轻、更强、更耐用，而且设计的速度可能会更快。那这对钟表产业来讲，或者是整个工业设计领域来讲 ，AI 它不是来取代设计师，可是它可以帮助设计师进行辅助思维的设计解决方案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，甚至可以缩短设计师在于一些结构性的关键的测试上面，它可以跑出更多的 simulation， 更多的模拟。所以如果你们是那种参与历史，然后喜欢跨时代，这只手表确实，我不得不说，它很值得收藏。它是第一个把 AI 协作写进制表史的手表。那你如果要戴起来霸气，然后金属感更强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去买 B3000也很不错，因为它同样也有 App。可是我觉得它跟 B4000比起来，我觉得 B4000我会期待它出金属表带的版本。可是目前来讲，我觉得 B3000的整体的完成度，我觉得还是比 B4000要高。但是它就会有很大的一部分差别在于故事这件事情上。OK， 那今天讲到这边，如果你们听了觉得还 OK， 废话听得还算不会反胃想吐的话，那记得帮吉米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最后我们来一个收尾的哲学，不管什么表都留不住时间，但是能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一秒的过去，你跟我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。那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戴手表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那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。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，See ya。